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我干这行好多年了，见过的男女啊，那真是形形色色，尤其是大陆这边的年轻人谈恋爱，哎呀，真是让人感慨万千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劲爆的话题，大陆情侣关系。为啥男人提出发生关系，女人大多不会拒绝？还请来了3位高颜值美女，分享她们的心里话。这3位美女啊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颜值绝对在线，对男人的长相要求也不低，而且对性满足这件事也是相当有追求的。咱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切入正题，听听她们怎么说。先来说第一个美女吧，叫小雅，28岁，身高168，肤白貌美，大长腿，妥妥的颜值担当。她跟我说，她谈过3段恋爱，每次都是男方先提那档子事，她基本没拒绝过。我问她，小雅啊，你为啥不拒绝咧？是怕男友生气还是咋的？她想了一会儿，笑着跟我说，丽姐，其实也不是怕他生气啦，就是觉得吧，谈恋爱嘛，本来就是2个人的事，他提出来，我也不讨厌他，颜值身材都过关，那我就顺其自然了。再说他对我好，我也想让他开心一点，感情不就是互相取悦吗？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挺实在的？我忍不住多问了一句，那你自己呢？你满意不满意啊？小雅脸一红，声音压低了点，丽姐，我跟你讲我对这方面要求还蛮高的，他要是技术不好，我心里其实是有点小失望的。不过呢，颜值高的人啊，看久了就觉得赏心悦目，技术差点我也能忍，毕竟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，对吧？我一听哈哈大笑，这丫头真是耿直。她还补了一句，而且啊，现在流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颜值即正义，我男友长得帅，我带出去倍儿有面子，偶尔迁就他一下也没啥大不了的。小雅这话让我挺有感触的。哎呀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是看脸的时代。不过她说的也有道理，感情里要是颜值在线，彼此看着都舒服，很多小问题好像就没那么刺眼了。再加上她男友对她也不错，舍得花钱又会哄人，她自然就愿意配合一下。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？接着来说第2个美女，叫小文，25岁，小家碧玉型的，眼睛大大的，笑起来特别甜。她跟我说，她谈恋爱的时候，男友一提这事，她也几乎没推脱过。我好奇地问，小文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拒绝会伤感情啊？她摇摇头，声音软软地说，不是啦，丽姐，我其实觉得这是挺正常的，恋爱嘛，本来就会走到这一步。他提出来，我也没啥心理负担，反正他长得帅，身材也好，我看着就挺喜欢的。我一听忍不住追问，那你自己呢？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大或者不舒服啊？小文眨了眨眼，笑得有点害羞，丽姐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也不是随便的人啦，但我对性这块确实有期待，他要是能让我满意，我觉得感情会更甜蜜。要是技术太差，我可能心里会默默吐槽，但也不会直接说出来，毕竟他对我好，我也不好意思扫他的兴。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，再说啦，现在网上不是都说始于颜值，陷于才华吗？他长得好看，我多多少少会多包容一点。听着小文这话，我心里直嘀咕，哎呦，这小妮子还挺会享受的。她跟小雅有点像，都是颜控，但小文更注重感情里的和谐。她男友是个健身教练，身材那叫一个棒，8块腹肌看得她眼睛都直了。她还偷偷跟我说，丽姐，我有时候看着她那身材，就觉得自己赚到了，哈哈。这种时候她提啥要求，我都觉得，哎呀，行吧。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，这年头男人的身材都成了加分项了。其实啊，从小雅和小文的分享里，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，现在的大陆情侣啊，女人为啥不拒绝男人的要求？很大一部分原因跟男人的外在条件脱不了干系，颜值高，身材好，再加上会甜言蜜语，女人心里那道防线啊，就不知不觉软下来了。你们觉得呢？这算不算看脸的世界的一种体现啊？第3个美女小杰，她的故事可有点不一样，咱们一起来听听她的心里话。小杰今年30岁，身高170，气质那叫一个出众，走在路上回头率绝对100%。她跟我说，她谈过4段恋爱，每次男友提到发生关系，她都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。我有点好奇，就问她，小杰啊，你这么优秀，
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，觉得男人长得帅就行啦？小杰听完笑得可开心了，他说，丽姐，你这话还真说到点子上了。不过呢，我跟他们不太一样，我不光看颜值，还看感觉。我一听感觉，这是啥意思啊？赶紧追问，啥感觉啊？你给姐讲讲。小杰抿着嘴想了一会儿，慢悠悠地说，丽姐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这个人吧，对感情要求挺高的，男友颜值得过关，这是基本，但他还得让我有心动的感觉，不是那种单纯看脸的心动，是相处下来，他对我用心，我能感觉到他真的在乎我，这种时候，他提出来，我就不太会拒绝。这话让我挺意外的，我忍不住问，那你自己呢？你会不会觉得这事对你来说不公平啊？小杰摆摆手，语气特别坚定，丽姐，我跟你说实话啦，我对性这块要求也不低哦，我觉得这事儿是两个人的享受，他要是只顾自己，我肯定不干，但我这几任男友吧，长得帅不说，技术也不差，我自己也开心啊。再说，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的事吗？他对我好，我自然也愿意对他好。听着小杰这话，我心里直呼厉害，这丫头不简单啊，比小雅和小文多了点心动的讲究。她还跟我讲了个小故事，说她上一任男友是个模特，长得那叫一个帅，眼睛深邃的跟港星似的。她第一次见他就觉得，哇塞，这男人也太好看了吧。结果相处下来，男友特别会照顾人，每天给她做早餐，还记得她爱吃啥，连她生理期都比她自己记得清楚。她笑着说，丽姐，你说这样的男人，他提点啥要求，我能拒绝吗？我拒绝了，我自己都觉得亏哦。我一听哈哈大笑，这小杰真是会算账。他还补了一句，不过呢，我也不是没底线的人，他要是只看脸没内涵，我早就踹了。网上不是有句话叫始于颜值，忠于人品吗？我特别认同，我点点头，心里琢磨，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。颜值是敲门砖，但相处久了，还是得看人品和用心程度。说到这儿，小杰还跟我聊了点更私密的心里话。他说，丽姐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其实挺享受这事的，但前提是他得让我觉得值得。他颜值高，身材好，又懂得怎么让我开心，我干嘛拒绝啊？这不就跟吃饭一样，碰到好吃的就多吃两口，碰到不好吃的就少吃点吗？我听了差点没笑出声，这比喻也太接地气了。不过仔细想想，还真挺形象的。小杰跟前两位比起来，多了点理性和自我意识。他不光看外在，还看男人对他的态度，这让我觉得她是个挺聪明的姑娘。哎呀，现在的年轻女孩啊，真是越来越会为自己着想了。我问她，那你觉得为啥大陆这边情侣，男人一提这事，女人大多不拒绝啊？小杰想了一会儿，说，丽姐，我觉得吧，一方面是感情到了那步，女人也想要，另一方面呢，男人要是条件好，女人就更容易点头，毕竟谁不喜欢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啊？这话说的我连连点头，确实有道理。小杰的故事让我感慨，现在的女人啊，不光是被动接受，很多时候也是主动选择，她们有自己的标准，也有自己的底线，男人要是达不到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我看啊，这跟以前那种女方害羞不敢拒绝的时代，真是完全不一样了。你们觉得呢？小杰这话是不是说到你们心坎上了？哎呀，这三位高颜值美女的心里话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今天咱们就来总结一下，为啥大陆情侣关系里，男人一提发生关系，女人大多不拒绝？除了颜值、身材这些表面原因，还有啥更深的门道？别急，听我慢慢跟你们唠。先回顾一下吧。小雅28岁，肤白貌美大长腿，说自己不拒绝是因为男友颜值高，对她好，她也想让他开心。小文25岁，小家碧玉型，觉得恋爱走到那步很正常，加上男友身材棒，她自己也满意。小杰30岁，气质美女，不光看外在，还得有感觉，男友用心，她才配合。三个人虽然性格不同，但有个共同点，男友的条件都不差，颜值身材在线，还会哄人。这让我忍不住想，哎呦，现在的女孩啊，真是越来越精明了。那为啥她们都不拒绝呢？我琢磨了好久，觉得这事得从几个角度来聊。先说第一个原因吧，颜值这关太重要了。小雅就直白地说，颜值即正义，男友长得帅，带出去有面子，偶尔迁就一下也没啥。小文也提了，
她男友那8块腹肌一亮出来，她就觉得自己赚到了。小杰更绝，上一任模特男友那张脸，直接让她心动到不行。你们看啊，这3位美女自己颜值就高，对另一半自然也有要求。男人要是长得不好看，身材再差，估计他们连谈恋爱的兴趣都没有，更别说答应啥要求了。我问过他们一个问题，如果男友长得一般，你们会咋办？小雅笑得可开心了。丽姐，我跟你讲哦，长得一般，我压根看不上，谈都不谈。小文也点头，对啦，颜值不过关，我宁愿单身。小杰稍微温和点，丽姐，我可能会试着相处，但要是没感觉，还是算了吧。这话让我直呼厉害，现在的女孩啊，真是宁缺毋滥的最佳代言人。男人颜值高，身材好，看着就舒服，提点啥要求自然就容易通过，这不就是网上说的始于颜值吗？再说第2个原因，感情里的互相取悦。小雅跟我说，丽姐，谈恋爱不就是互相让对方开心吗？他对我好，我干嘛不配合他？小文也讲，他对我用心，我也不好意思扫他的兴。小杰更直接，你情我愿的事，他让我开心，我自然也让他开心。这话听起来多实在啊！感情这东西本来就是双向奔赴，男人提出来，女人觉得，哎呀，反正我也不讨厌，那就试试呗。尤其是男友条件好，又会哄人，女人心里那点小防线早就不知不觉没了。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点，这3位美女对性满足都有要求，不是那种随便迁就的人。小雅说男友技术差点，她能忍，但心里会小失望。小文也吐槽过，技术太差，她会默默翻白眼。小杰更挑剔，男人要是只顾自己，他肯定不干。哎呀，这让我感慨万千。以前的女人啊，可能觉得这事是义务，不好意思提要求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女孩子越来越懂得为自己考虑，她们也想要享受，也想让自己满意。男人要是没本事，哼哼，估计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。那第3个原因呢？我觉得是社会观念变了。以前谈恋爱，女方一提这事就害羞，觉得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，拒绝是常态。现在呢，年轻人思想开放了，恋爱走到那步，大家都觉得挺自然的。小杰就说，丽姐，这事是2个人的享受，干嘛扭扭捏捏啊？小文也点头，对啦，谈恋爱本来就会这样，拒绝反而显得我矫情。小雅更直接，她提出来，我也没啥心理负担，反正我喜欢他。你们看啊，现在的女孩子多坦然，这跟以前那种女方要矜持的观念真是天差地别。说到这儿，我忍不住想感慨一句，哎呦，现在的大陆情侣啊，真是活得越来越明白了。男人提发生关系，女人不拒绝，不光是因为颜值、身材这些硬条件，还因为感情里的互相取悦以及观念的开放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女孩都有自己的标准，不是随便谁都能上位的。男人得长得帅，身材好，会哄人，还得有点技术活，而不然人家美女凭啥点头啊？哈哈，这让我想起网上那句话，没有3两3，哪敢上梁山？男人要是没点真本事，还是老老实实修炼吧。最后啊，我想问问你们，听了小雅、小文、小杰的心里话，你们咋看这事？是不是觉得现在的女孩越来越会为自己打算了？大陆情侣关系里，男人一提这事，女人不拒绝，是不是也说明感情越来越平等了呢？我看啊，这背后全是门道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次再见。